1957年，河南一位清洁工被彭德怀将军带着一起前往中南海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。主席见到他以后，非常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没想到你还活着，你是志愿军的骄傲啊！”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成为清洁工？为什么他能受到毛主席如此高的评价呢？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历史时光。今天我将为你讲述失踪的特等功臣雷宝森的故事。雷宝森出身贫寒。1931年，雷宝森父母带着6岁的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逃荒到了河南省上蔡县。由于家里孩子多，养家负担实在太重，雷宝森的父亲就将他过继给了一个叫雷文的人当义子。从此以后，就跟原生家庭断了联系。由于这家人没有孩子，所以养父母一直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可养父母一家也是贫苦家庭，雷宝森13岁时就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当长工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活是永远干不完的，饭是永远难下咽的。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从长工熬到老长工，这辈子也就到头了。雷宝森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，他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同村少年一商量，决定出门闯荡。一行人一路北上，长途跋涉来到郑州，在这里找了份修鞋的工作。直到1946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经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指引，雷宝森加入了特务连，成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。2年之后，他所在的队伍因为表现突出而被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78师234团3营9连。从此以后，雷宝森就正式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，在连队担任机枪手。1950年，为响应国家号召，雷宝森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。次年的3月27日，雷宝森和爆破班的其他9名战士扬名志愿军全军的一场战役来了。为了拿下七峰山，美军出动了坦克部队，而这项阻击坦克的光荣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爆破班的身上。因为后勤补给到位，所以分给爆破班的反坦克手雷不在少数，完成这次任务也是绰绰有余了。作为爆破班班长的雷宝森看着这些手雷也是万分激动，举着军礼大声说道：“请连长放心，爆破班保证完成任务，绝不让一辆铁王八开过去。”经过一番民主商议后，雷宝森迅速确定了作战部署，在山脚下的断崖后挖一道堑壕，敌人想要过七峰山必经此道。大家隐蔽在这儿，等坦克开过来了，北边头上的战士拿火箭筒打垮第一辆坦克，南边头上的战士用机枪放倒步兵，剩下的士兵兵分2路解决其余坦克。在雷宝森带领和鼓励下，9名战士信心满满地准备着此次战斗，一直等到了下午2点，美军的12辆坦克和1辆吉普车终于开来了，后头还跟着100来个步兵。可就在距离攻击区域还有500米远的地方，坦克突然停了下来。正当众人害怕暴露时，只见大佐坦克朝着山上开了几炮，确定没响动之后，他们才又缓慢地继续前进。原来只是试探。雷宝森等人松了一口气。等第1辆坦克到达攻击地点时，雷宝森也迅速发出了战斗指令。北端的火箭筒精准地打在了铁王八的身上，第1辆坦克报废了。他这一出事，后头的也就跟着乱了起来。趁乱，南边的机枪手一鼓作气干掉了步兵，雷宝森也抓住时机，带着1名战士向最末端的几辆坦克跑去。剩下的3名战士就负责从第2辆坦克打起来。眼瞧着情况不对，排在最末的第12辆铁王八卯足了劲儿往回跑。等雷宝森2人赶到时，只拦住了第11辆坦克。从第11辆坦克开始，雷宝森和战友一起炸到了第7辆，而另一头的3名战士也把剩余的5辆给搞定了。负责发射火箭筒的战士又把那辆没跑掉的吉普车给炸开了花。没成想，就在众人欢欣鼓舞之际，还有几个漏网之鱼没死透。2573辆坦克尚有一击之力，雷宝森二话不说，带着战友勇猛地扑了过去，又朝着坦克里面丢了一个手雷。仅仅半个小时，除了往回跑掉的那辆坦克，爆破班全歼了所有敌人，创下了整个抗美援朝战士反坦克战斗的最高战绩。这次战役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表彰，也让这10名战士在全军立下了赫赫威名。可是遭到偷袭、损失惨重的美军在第2天一大早就进行了反扑。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，爆破班的10名战士最后只活下来了2个人。早已遍体鳞伤的雷宝森拖着战士周15一边打一边退，
等追到一处陡坡时，他一把把战友推了下去。而后，雷宝森拿着仅剩的2颗手榴弹，将敌人引到了悬崖边。在2颗手榴弹引炸之后，誓死不做俘虏的他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。或许是上天垂怜，掉落悬崖的雷宝森被几个朝鲜人民给救了，他被紧急送往了当地的野战医院进行抢救。几天之后，又被遣送回了国内的医院。后来，当雷宝森知道自己再无法重回战场的可能后，他就怀着遗憾和黯然复员回了家。七峰山战役结束之后，连长和剩余的战士却给战友们收敛遗体。爆破班其他8位战士的遗体都找到了，周世武滑落陡坡后大难不死，可唯独没有找到雷宝森的。后来连长听说雷宝森跳下了悬崖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，只好把他写进了烈士名单里。1953年，志愿军总部根据雷宝森的战功和英勇事迹，为他追记特等功，并追授1级战斗英雄称号。回到家乡的雷宝森并未向身边的人透露他的英勇事迹。等身体养好后，他选择了复员，被安排在了河南省政府招待所当服务员。在这期间，他任劳任怨，从不向组织提要求，对七峰山阻击战只字不提。同事们只知道他是复员的志愿军战士，其他一概不知。直到1953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，才让雷宝森的英勇事迹广为流传。百姓们记住了这个战功赫赫却甘愿低调生活的战斗英雄。1957年，正值建国8周年，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彭老总亲自下了邀请函，邀请雷宝森来北京参加庆典。在接风宴上，彭老总大力赞扬了爆破班的当年的战绩：“你们那一仗实在打得好，也实在不容易，你们都是英雄。”听到彭老总这么说，雷宝森高兴之余，不禁想起了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，一时间潸然泪下。可令雷宝森没有想到的是，之后毛主席居然又亲自接见了他。正当他和其余几人手足无措地站在中南海会客厅时，门外的毛主席迈着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。毛主席面带微笑，一一问候了几位功臣。在和雷宝森握手的时候，他十分感慨地说道：“你是志愿军的骄傲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雷宝森的事迹传开后，他又重返军营，先是担任了26军警卫营1排的排长。因为伤病的困扰，他在1963年无奈从部队转业，回到了家乡。雷宝森依旧低调随和，从不居功自傲，不搞特殊。2009年3月9日，86岁的雷宝森走完了自己光荣的一生。